宴会、权贵都是假的，能不能活下去都不知道。我可以帮你。谁在说话？别找了，你看不到我的，也只有我能带你出去。大仙救命！我是冤枉的，我真的不是刺客。你既不是刺客，为何还携带匕首？大仙明鉴，匕首是跳舞用的，这支匕首舞可是我花300文学的呢。可是你的匕首开刃了。开刃的便宜啊，跳舞专用的要400文，普通的100文就够了，省下来的钱都够我再学一支舞了。那你又是如何进的宴场？我花800文买通后厨，藏在泔水车里进去的。泔水桶？哎呀，这也是没办法嘛，这宴席达官显贵这么多，我要是能一舞成名，不就发了吗？大仙，您能救我的吧？等我出去，一定为您再塑金身，金漆的就行，金箔我实在买不起啊，大仙。不用金身，你照我说的去做。小女子都听大仙的。有人来了。哟，这不是家产万贯的田大小姐吗？怎么被关在这儿了？怎么不说话了？我在审问室可看见你的户籍了，乡下来的野村姑，还整天装大小姐呢。你看错了，我打小就在上京景城门边长大，还装。你怕是连景禅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。完了，真不知道，大仙救我！别怕，有我。怎么编不下去了？招摇撞骗，不就想攀高枝吗？看我回去怎么在各家面前揭穿你！景真门坐北朝南，这有什么好想的？我想的是，要不要告诉你，那门后还有个祠堂，里头供奉着3朝元老燕维宁大将军，我还去给他老人家上过香呢。你去过燕家的家祠？是啊，你没去过呀？哎呀，原来那是个那么重要的地界，燕慈州也没告诉我呀。他只说想带我去见见太子爷，我便去了。燕大人，这里有人盘污燕家，您快过来看看。别怕，记住我先前与你说的，照着念。你方才说什么？大人来的正好，小女正想禀明，今日这宴席是慈州私下邀我来的，他没在宾客名单上记我的名是他的事，为何要因此问罪于我？居然直呼燕二公子的名讳，听这意思，交情匪浅啊！你可有证据？我与他私下说的话，能留什么证据？他是在烧尾宴前1日约的我，您若不信，可以问问他身边的随从铁峰。当日我们乘车从燕家大宅的东侧门走，不是还正好遇见您了吗？您还跟他说，明完他给的字就也过去。他还跟我说起您呢，说您是晚辈里最有出息的一个。您生辰时，他送您的青玉麒麟簪，就是盼着您也能金榜题名。来人，打开牢门。我一早就看出田姑娘不是什么普通人，都是乔家姑娘在这挑拨。正好，咱们出去吃个酒，给你洗洗晦气。这酒怎么说也该我请啊！上回小云送我的桂花糕可太好吃了，咱们礼尚往来，我请你吃临江阁刚上的新菜。乔姑娘，别走啊！要不我请你吃酒吧？也谢谢你方才帮着说话，才免得我受这牢狱之灾呀。不必了，少了我，你这骗子才能骗得住这一群傻子。你最好祈祷这谎能撒一辈子，不然有你死得难看的时候。大仙，要是以后出现一个特别了解燕慈州，知道他的事比咱们还多的人，我是不是就要露馅了？不会。不会露馅吗？我是说，这世上不会有人比我更了解他。商之玄堕里道，
高的楼吗？居然能高兴成这样！这些东西你喜欢？当然啦，这地方我一直想来，可惜太贵了，里头随便一道菜就要1两银子。小云，你没来过临江阁吗？来过啊，我常来呢。大仙，您看呐，全是我没吃过的好菜。我去方便一下，我去透透气，我去看看。他们在牢里待了那么久，不饿的？是你暴露啊？暴露什么？只有穷人家很少吃鱼，才会专往那看起来肉多但刺也多的鱼腹下筷子。正经高门贵族只吃鱼鳃下面藏着的那一小块嫩肉。那剩下的鱼呢？赏给下人或者直接扔了。太浪费了。呵呵，客官，您吃好了，这是账单，劳您过目。啊？他们没结账吗？您头回来咱们临江阁吧，我们这儿都是先吃后结的，其他人都已经走了，这账自然该您来付。23两5钱银子，完了，得不吃不喝攒8年，要被抓去洗盘子了。把他托盘里的纸笔拿过来。写卖身契吗？我不识字啊。得嘞，小的这就给您挂燕家的账。他挂谁的账？咱们店有规矩，不能说。这位客官，您不好开罪燕家吧？居然是挂燕家的账，我就说他是真的吧。出身富不富贵有什么要紧？要紧的是他真认识燕子舟，瞧着小云身上还狼狈。小二，你赶紧开个上好的客房，就说是锦和坊唐家金龟给他安排的。你搅和了我的宴请，自个儿巴结倒是快。就是啊。大仙，你写的什么符咒？太灵了！我方才写的是燕家的挂账密钥，我能仿燕慈州的笔记。还能这样？不管了，不管了，我先沐浴更衣。你能不能稳重些？这像什么样子？这里就我一个人，稳重来给谁看？君子慎独。什么毒？哪有毒？不是那个毒。谁把我灯熄了？就这样去洗。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，怎么洗啊？哦，这也是高门大户体现尊贵的方式。洗澡不想看见身上的泥，就把眼睛蒙起来，让下人搓。哇，冬天洗澡太舒服了，手脚都热起来了。等等，等什么？你在摸什么？哎，有什么东西滴到我手上了？大仙，我流鼻血了！原来冬天洗热水澡会上火，怪不得旁边还备了茶。我大事未成，绝对不能轻言放弃。不行，我现在就想跟他同归于尽。我洁身自好10余年，别说跟女子亲热，连话都没跟女子多说几句，他招呼都不打一声，就这么搓澡，还觉得不用玩早豆就亏了，竟然还想再搓一遍。没用，全是徒劳。细腻、柔软的、温热的、密湿的，我命中的劫数怕是就是田小云。
就算这次能死里逃生，也得被迫越轨沦为下流了。大仙，我是不是这世上最美的女人？你若想嫁豪门大户，我的确有办法，哪怕是权倾朝野的艳我喜欢锦和房的温家，温以安。叫什么名字？大庭广众之下，他敢这样？别打断我呀！这是我这辈子最美好的一天了。你既然如此执着，我倒也能帮你。当真？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？睡觉。这进展也太快了吧！上来就睡，那万一温郎他不愿意？我的意思是，梦里啥都有。哦，人在没钱的情况下，要怎么才能填饱肚子？我是主家娘家的远亲，这不就是骗吃骗喝？里面请，里面请。看这熟练程度，也不是第一次干。这不是小云姐姐吗？小云姐姐，你也来吃温家姐姐儿子的满月酒啦？这就是缘分吗？随便出来混个饭都能遇见真命天子。什么缘分？分明是你不识字，外头的褐板上分明写了主家名士，瞎凑什么热闹？真是巧了，我同家人过来吃席，没想到能遇见你们。正好，我们这桌还空个位置，姐姐不妨跟家人说一声，与我们坐一起玩9成。没多的位置，你数错了。哦，那加一张凳子，大家应该也不介意吧？我介意，你不要随便什么人都拉过来。好东西啊！金龟婿！大仙，他看我了，他是不是被我独特的见解打动了？他这是在瞪你。我活了20多年，还从没被人用这种眼神瞪过。他脸上都快写字了，大字不识的粗鄙村姑也敢来孔孟门生的酒席。等着，我给你出气。贫而无产，富而无骄，人劝两人。不好意思各位，我抽到劝筹了，那就劳烦温公子和对面那位笑得最欢的周公子同饮一杯吧。姑娘竟玩过这《论语》9筹？不是什么稀罕东西，4、5年前就玩腻了。4、5年前，这归玉腹煮酒器，4、5年前只在宫里公用。你一个乡野姑娘，怎么可能进宫玩过？怎么，温公子要坏温姐姐喜宴规矩？学如不及，有恐失之，自饮7分。温公子好运气。夫人不言，言必有重。任劝易道，这杯我劝温公子喝。乘肥马，依轻裘，衣服先好处10分。这杯还得温公子喝。狗有过，人必知之。新放斩出5分。又是你。
姐好厉害！公子可是醉了，我扶您去旁边歇歇。昨儿乐游园的烧尾宴，我遇见了你舅舅厉苍明，有刺客闯了进来，你舅舅他身中数箭，当场就不行了。虽然衙门已还我清白，但咱俩之间万不能有这种误会啊！我舅舅不行了，谁告诉你的？昨儿午时，我舅舅遇刺，就近送到温宅时，的确是伤势严重，命在旦夕。但我家里有神医，没事了。不然我姐姐哪还有心思办满月宴？你该不会真盼着他死吧？你这人从见第一面就对我出言不逊，平日里也不理我，遇见这样的大事，我命悬一线，吓都快吓死了。你不安慰也就罢了，还要挤兑我。这就是心悦于人吗？人家一句话，他就哭成这样。不对，我为什么没有悲伤的感觉？女人的嘴，果然是骗人的鬼。你站去她背后，然后呢？然后抬手。这样抬吗？然后呢？然后用方才那吃牛的力气，朝她后脖梗来一记手刀。大仙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不是想跟人更进一步吗？现在你就有理由送她回家，再守着她，直到她醒来为止。还是大仙聪明。幸好她蠢，换个人来恐怕就不会这么轻易的照我说的做。厉苍明没死，那羽箭都正中心口了，他怎么能没死？得亲眼去温家看看才行。这是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方才说着话呢，他就倒了。来人！姐姐别着急，我们家的神医可厉害了，哥哥肯定不是什么大毛病。你要是担心，就等他清醒了再走。那是下人做的事，你做不但不会让人刮目相看，反而会叫他宅子里的人都看清你。那我该做什么？跟温一书一起去请大夫。姐姐可以留在院子里休息的。我们家门第不高，规矩自然也没那么严。这门第还不高？我们原只是商贾之家，在舅舅得蒙圣恩之后，才在上京安了宅。这事儿我知道。厉苍明大将军在边关战敌有功，福印佳人。是啊，我母亲已经算她嫁出去的妹妹了，她也善待我们一家，还送我哥哥去参加了科考，真好啊！我也想有厉将军这样的家人。厉苍民出身乡野，为人也跋扈，仗着在凉州立了功，入京便对新帝不敬，强自以兄弟相称，稍有不如意，他都要告恶状。行冤狱，对下头更是可待，侵占良田、打死良民之事常有。就在几个月前，他还强求新帝下旨，要燕家将四房那刚及笄的小女儿嫁给他做续弦。刘神医，难得您恰好在药房，哥哥那边醉酒晕倒了，正想请您过去看看。不得空啊，三姑娘，客院那边可急着呢。炒白煮呢？炒白煮呢？我方才还看见了的。碾子旁边矮机上不就是吗？你认识药材？略看了药经。哦，宝庆年间那本？不，是天福年间那本孤本。我正打算得空了再摸一遍。
既如此，那就请姑娘赐教一卷。小事。姐姐，你真厉害！我听说那药经可有10万字呢。10万字？祖师爷显灵，真是天福年间的药经。传闻往后几卷里有止血止痛的奇药，要是姑娘能磨出来，将军的腿说不定就有救了。既如此，明日就能磨出伤药卷。敢问阁下，你师父可是药神玄机子？晚辈田小云见过师叔。好，好，好！你是没看见方才刘神医的模样？他来咱们府这么久，我头一次见他高兴成那般。醒啦，粥刚做好，可要吃点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哥，小云姐姐有大才，刘神医特意吩咐我们务必把她留下来。你是忘了他头一次见我的时候是什么德行？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美丽的牡丹花，你怎么独自开在这里呀？公子，滚！好。你不喜欢女人？喜欢，但不喜欢贱人。就这样的大才，神医留他做何？这就是你说的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。我饿了，先吃点东西。人家温公子还没吃呢，我哪能自己吃？你等会儿吧。我试试烫不烫，试完了正合适呢。文兄，干！大仙，您这是做什么？爱人先爱己，你自己都还饿着，凭什么他先吃？可这是给他煮的粥呀。你是客人，客人先吃是规矩。那也不能从人家嘴边抢呀。你饿了就去外头等易叔一起吃，这儿还有莫安伺候，不必劳烦你。可我好不容易才能来喂你啊！先前易叔说让下人来伺候，我跟他从大圣的开放一直聊到罪孽因果都有报，他才终于松口让我来。我这坏了，你哥真伤着脑子了，还是把刘神医请过来看看吧。不必，我哥难得这么开心。你就在这吃吧，我让人把饭菜都端过来。我是怎么晕过去的？喝醉了呗，下次别喝那么多。不都是你惯的？下次不惯你了。但谁让你瞧不起我？我不得证明证明自个儿有2把刷子吗？大仙，咱们好不容易跟温公子独处，能吃得优雅些吗？我一贯是优雅的。那方才不算，以后不会了。这世上怎么会有人能把普通饭菜吃得这么香？太快乐了！再来一场。要不明天你也过来吃吧？啊！大仙，你听见他临走时说的话了吗？让我明日也过去用饭耶！四舍五入，这不就是在向我示爱吗？你去把窗户打开。这么冷的天，开它做什么？
位置正好。哎，这里离温公子的屋子好近哦，能看见他在庭院里种的那些花草草。呀，他好像出来散步了，你说他能看见我吗？真好看啊！他怎么连伸懒腰都这么好看？你不能安静会儿？天马上就要黑了呀，有的是安静的时候。趁着现在还看得见，不该多看会儿吗？这里有什么好看的？厉将军不都救回来了吗？啊！当日在主宴台上，我看着羽箭朝他飞过去的，腰上、腿上，哎呀，那叫一个鲜血四溅，吓死人了。胸口呢？胸口？哦，对，是有一支羽箭朝他胸口去的，但他好像带着护心镜还是什么东西，羽箭飞过去一声响，听着就脆声。原来是这样。你说的是什么人才敢刺杀他呀？这些权贵地位高，戒心又重，万一失败，后续该怎么收场？能怎么收场？我已经切断了所有证据链，不管是死士还是谁，都牵扯不到燕家。一击不中，自然该休养生息，择机再战。这还是大户人家呢，晚上怎么也这么早熄灯？给不起油钱吗？不对，我家以前就算房里不留灯，外头也是点着灯笼的。才刚子时就满院子都黑了。你先找点东西防身。啊？什么东西？就墙上挂的那幅画，你把画轴取下来当棍子用。哦。大仙，温家进贼了！去看看。铁峰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大仙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真害怕，他刀上还在滴血。让我来吧。早就听燕青提起过铁峰少侠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你肯为他舍身赴这虎穴，便是我田小云的恩人，请受我一拜。我跟在主人身边多年，从未见过你。燕青与我是在江南相识，他倒是常与我提起你，说是在铁山起风时捡了你，才给你起名铁峰。是主人？我来此处，主人丝毫不知。他身受重伤，昏迷不醒。厉苍明这边却传来好转的消息，叫我如何按捺得住？他必须死。我明白，但你中计了，这是他们布下的陷阱。完了完了，要被发现了！去隔壁将温家二公子绑了，用他脱身。大仙呐，这不是吃里扒外吗？绑架我的心上人！走这边。你左右是出不去，不如为自己留个全尸。全尸有什么意思？要留就留个陪葬的。别杀我儿！你要什么我都给，我能保你离开，只求你也留我儿一命，求求你！奇怪，又不是你儿子，你担心什么？我没难过啊，我在想这么好的机会，温岚会不会对我刮目相看？庶子！小云姐姐，你为了我哥哥，命都不要了吗？你救他？你这么贪生怕死的人，居然拿命去救他？不是，大仙，不是滑到了，是青苔害我。
伤口不浅，得缝合。缝？用针缝肉？他怎么不用凝血草？大仙，凝血草是奇药，那么贵重，肯定都留给厉将军了。大玉的苦刑也不过如此。没事，我能挺住。没事了啊，缝好了，睡一觉就好了。我来谢你。大仙，他这是要下聘礼吗？这点东西也好意思当聘礼？东市口买头猪都比你贵，看我的！温公子，你的命就指着这么点东西？你昨日救我，我想着给我这些，我就不好意思再携恩图报，非要你以身相许是吧？倒也不必，我原就没那么念头。没有最好。公子，刘神医说了，田姑娘右肩有伤，提不得笔，得劳烦您来帮着抄录药剂。厉将军那边还急着用。听闻伤药卷字数不少，你简记得住的说，我替你记下。瞧不起谁呢？不过8000来字，我从头背，你从头记。行，我倒要看看你能背多少。鬼救生汗中，山谷及渊聚，9月采根，爆肝，主杀蛊毒，避恶气，不祥，逐邪，解百毒。徐长青生泰山山谷，3月采，专治鬼物百金。难怪刘神医夸你，这种过目不忘的本事，除了燕家的那位天才，我鲜少再有听闻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圣山阳川谷，味苦微寒，加水研末。我好像从来也不曾了解过你。我以为你大字不识，以为你习惯招摇撞骗。这倒真不是。我接近他，的确是为攀高枝。以为你接近我只是想攀高枝，都是我小人之心了。我不该轻贱你，更不该拿这些俗物侮辱你，是我唐突了。哎，这是做什么？我会亲自照拂姑娘，直到姑娘痊愈为止，绝不再推脱。大仙，怎么能跟黄金过不去？绝对至少能换80多万钱，能吃70年肉包。阿阔舞有什么用？用处可大了，能充场面，能让贵人高看一眼，还能换钱。天杀的有钱心！时辰不早了，先用饭吧。温家换厨子了，今日饭菜好生难吃。是伤口痛，没胃口。小云，你师父可有教过你那套起死回生的针法？起死回生？放心，我来便好。是固元针法，我学过，但学艺不精，不敢轻易试用。厉将军身份贵重，万一出岔子不好。可有法子请你师父过来？这就怎么了？先前不是说性命无虞？厉将军性子急，自己请大夫取箭头，半途疼得昏死过去，已经1个时辰没醒。醒不过来最好。固元针能定身回魂，只要他清醒就还好说。厉苍明最好一辈子别醒。家师上个月离京远游了，恐怕打听到了，玄药神今日返京，已经被燕家的人接走。莫安，速速拿将军帖子送往燕府，我们过午便去拜会。我师兄脾气古怪，到时候还得劳烦师侄你帮忙说情。药神压根不认识我，一去就全露馅了。正好，你随我一起去，等药神到了，让他给你看看。是，师伯。你身上有伤，外头风大，得穿厚些。大仙，这是他穿过的旧披风，也太小气了吧！你是木头做的吗？人家这是对你亲近示好。燕家那是我的地盘，这一去是生是死。大仙，
在这样的地界撒谎，我不会被拖下去打死吗？前面有小路，待会儿我告诉你怎么走，你抄近路去找玄药神。明白。你用法术迷惑他，让他当场收我为徒。大仙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不是伤口疼？这孩子怎么突然弱成这样？快找小碾来！大仙没回应，计划全完了。府上最近不太顺，主家心情低落，若有招待不周，还望海涵。逮了几个冒充神医的骗子，正要扭送官府。原来是江湖骗子，该打！我们这几位都是货真价实的神医和药神徒弟，若有假冒，当场打死温家野人。不是，我半个字没说，怎么就打死野人了？我要跑。你们这儿有茅房吗？贵客，更衣这边请。贵客不必惊慌，只管方便就是。这还是茅房吗？大户人家果然不一样。这么多人看着，要怎么逃？贵客，这红枣只做塞鼻之用。完了，暴露了！您这样的骗子，我们见多了。既有胆子来招摇撞骗，就要有胆子迎接下场。完了，我连坟头长什么草都想好了。师兄，你看，小云来了。我刚救了你最心爱的徒儿。大仙，你去哪儿了？这猎徒竟会给我惹麻烦，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滚到我身后去！师傅，没出息，怎么还伤着了？去旁边坐着吧。好。药神什么时候收了女徒弟？贵人的事哪是你能在堂上问的？药神为什么帮我？难不成我看起来有什么学药的旷世天赋，让他起了爱才之心？亦或者我跟他哪位徒弟长得有几分相似，药神老眼昏花，看错了？右肩还是痛啊！大仙，你活了！我就说你是天上的神仙吧！大仙，大仙，你绝对想不到方才发生了什么，那可真是惊天地泣鬼神！是我让他认下的你，不然你就死定。你真对玄药神施法了？算是吧。还能行。主人，上行有个叫田小云的人，你们遇见了就一定要帮他，他对我很重要，他活不了，我也就活不了。徒儿，主人。大仙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，简直是神通广大，无所不能。菩萨没你法力高，佛祖没你慈悲厚，你真是天底下最好的神仙，我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你的庇佑啊？我真是太不配了，等回去就给你供神位，用金箔描字，添上重重的香火，呜呜。这次不是金旗，是金箔了。正好你来了，先随我看看燕家的这位，他的脉象太乱，我诊不准确。可是师兄，我那边也很急。急什么急？看了再走。内院事杂，恐冲撞公子，你还是留在此处品茶吧。什么意思？他怎么瞪我？人家这是在担心你。先跟去看看燕公子的情况，顺便问药神拿凝血草。你的伤口实在是太痛了。燕家可是鼎盛的富贵人家，那传闻里极尽奢靡的燕家二公子睡的床该不会都是金的吧？大仙，他的卧房怎么这么小？我以为会占1里地呢，四周还空荡荡的。这里这么大张条案，就摆一个细瓶子一枝花，帷幔也好寒酸啊，金线都没有一根。
床也是木头的，完全没有金子。看来外头对燕家的说法都是谣传。燕家公子这日子过得也没比我强多少。好好看啊！也就那样吧。什么也就那样？同样是一双眼睛，一个鼻子，一张嘴，他这长得也太动人了，像万宝楼那个镇店用的玉雕菩萨，又白净又慈悲，还挺会夸人。比你的温公子如何？老实说，比温公子好看多了，但他这样的我高攀不了，还是温公子更好些。还是温公子更好些。真那么好，也没见他多感激你的救命之恩。不着急嘛，慢慢来。我现在已经是刘神医的师侄了，有的是机会跟温郎再见面。别乱看了，等人家号脉吧。他这脉象是很奇怪，尺脉弱于寸关二脉，短急而促，如腹中沸水，浮而无根，原是将死之象。可每隔半炷香的功夫，脉象又会变得短跳如豆，决绝动摇，滑数有力。我见多了活的或者死的，独没见过这样将死不死的。你才要死呢！会不会说话？师兄，咱们这儿没有外人，我才说的实话。他这情况比厉将军还凶险，若非一直拿普灵草吊着，气儿早就绝了。若能寻得师傅当年说的那味妙药回魂丹，兴许还有救。用得着你说？那若真能寻着，师兄能不能也分我一颗？你上门抢我就算了，还连人家的救命药都想一起抢，这怎么能是抢呢？有多的就用用嘛。好了，师兄，时候差不多了，咱们去看看厉将军。去不了。你也知道，固元阵法伤施针者的元气，1月只能行1次。我方才已经施了1次，你等下个月吧。这哪成？拖不到下个月了。师兄，厉家跟燕家可是要联姻的，你岂能将事做得这么绝？你来之前我施的针，什么叫我做的绝？难不成我放着人躺在这里不救，非得等你来下命令再动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这不是还有你徒弟小云吗？让他来施针，你在旁边帮忙看着点也行。你会固元针法？接下来的事便交给我吧。会，师傅教过，但我学的不是太好。岂敢用在厉将军身上？师叔说厉将军宽宥，眼下已是绝境，我尽力一试，好坏都不会怪我，是吧，师叔？是，他来之前我们早就说好了。先去签状子，无论如何，不许迁怒我徒儿。将军有令，就职时必须有御医在场。还请二位勿怪。我的固元针法不外传。师兄，有御医在场，也好为小云作证。师傅，我可以的。这是凝血草。姑娘妙手。神医，你要的蛇血草找到了，远郊村子里就有。外形丝毫不差。师兄，这是断毒养血的生血草吧？是。等等，我先喝一口。大仙，这药无妨，这药没毒。这么好的机会，你不往药里下毒，下毒拖重病情，赏钱更多。你让我下毒就是为了拿赏钱？他不知道，我本就不是来救人的。你说的那种叫骗子，不叫大夫。我们是正经药神之徒，不能干这种事儿。将军醒了，快喂药。这碗药下去，晚上就能取箭头。将军昨日元气大伤，能撑住吗？再拖伤口就溃烂了。
神仙也保不住腿。有钱真好，为保一条腿，百来号人满上京奔波。若是贫苦人家，伤成这样会如何？惨喽！我老家岳镇三乡，隔壁刘老头被权贵打断腿，痛了3天3夜也没得医，命都保不住。大仙，许是出了意外吧？厉将军还真是运气不好。我自己吃不下，同你一起吧。公子这是怎么了？舅舅的腿怕是留不住了。怎会如此？不是施针喂药了吗？用了生血草，可伤口还是溃烂了，只能舍去右腿保命。生血草与败血草外形太像，只有叶子齿形有差别。败血草溃伤败血，这就是报应。厉苍明留了命也是便宜的。可惜了，厉将军一代英豪，往后再也不能上战场。你最近劳累，肩上有伤，多歇些日子再走吧。大仙，他这是兔死狗烹，腿没保住就赶我走。人家是让你多住几日，趁机培养感情。饭后，你可想去温家的高楼上看看？好啊，好啊。他一心攀高枝，却不知我才是他最大的靠山。自在飞花轻似梦，这上面的风真是猛。时见幽人独往来。这儿怎么还挂着一木牌？留得罗经前日泪。我师傅好像还没睡，老人家年纪那么大，身体还怪好的嘿。大仙，温公子怎么黑着脸，想说话又不说？人家想跟你玩诗词接句，你说的都是什么？你不识字，我来讲。不行，他动心算你的还是我的？我自己来。你这人，我刚对你改关系，怎么就又显了原形？我一直是这样，你不喜欢，下回让懂诗词的姑娘陪你。以前是不喜欢的。你好好看啊，不比谁差。你在做什么？促进感情，他都没躲。大仙，我不是故意的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别上来就动嘴，循序渐进，懂不懂？动手也不行。时候不早了，此处风大，先回去。大仙，你这是故意的。等你伤好，我教你些别的，远比色诱有用。现在学太晚了，色诱简单直接，得手后温家会碍于面子让我过门。我到底在抗拒什么？他的感情与我何干？康庄大道你不走，阳间小路使劲钻。高门大户嫁娶没你想的这么简单。温家若是不愿意，你得手了，他们也不会给你名分，大不了当外室养着。只要他心在我身上，别人哪能做他的主？哎呀，怎么回事？这凝血草难不成也是假的？不是，我的伤口愈合的慢，打小就这样，别人摔破皮7、8天就好了，我得要1个月才能彻底结痂。别动，得拆开上药呀。我来吧。这是不是太磨蹭了？
少废话，你喜欢疼，我不喜欢。没，谁会喜欢疼啊？那不是习惯了吗？打小没爹没娘的，又一直在漂泊，连睡整觉的地方都没有，又哪来那么多热水能给我抹？你不是还有个教你写字的婆婆？叶婆婆，她是个好人，自己都吃不上饭了，还把我捡回去，心地很善良。不过她身体不好，我不想让她担心，受伤了也不会告诉她。你原来是因为活得太苦了，才总想着嫁个富贵人家。你原来是因为活得太苦了，才总想着嫁个富贵人家。哦，那倒不是，我想嫁富贵人家是因为我喜欢。富人家钱多有面儿，有人伺候，这样的日子谁不想过？跟我原来如何没什么关系。真是不能高看了你。此番有劳二位了，车马都备在了外头，若有招待不周，还请二位见谅。城管事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他们还要给将军施针？将军已经转危为安，剩下的有御医在，就别耽误玄药神的功夫了。毕竟燕家公子可是玄老的徒弟，当徒弟的尚未清醒，当师傅的哪有不担心的？我的消息燕家一直捂得严实，眼下厉虎城居然能直接指出玄机子是我师傅，态度还这般笃定。厉家居然一直在查我，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好消息，给了500两。坏消息是，他只给了玄机子。怎么说也是我动的针，哪怕分我一小块也成呀。师徒行当的规矩，徒儿干活赚的钱都归师傅，人家没给错啊。小姑娘，你我也算有缘，虽不知你怎么认识的我徒儿，但他既然那么说了，那你往后有事别来找我。谁认识他徒儿？他哪个徒儿？多个认识的人你就多条路，别的管他做什么。他为什么不给我1块银子当信物？废话，银子谁人都有，怎么能委之以信？听听，这是人话吗？我不是人吗？我为什么一点银子也没有？别这样，这世上赚钱的法子千千万，不偷不骗，我也能带你发财。您能凭空变银子了？不能。那有什么好说的？离开温家，不能经常见到温郎。咱们现在又身无分文，已经是死路一条了。你先前不是说在上京做着一份工，1个月有600文的工钱？确实如此，可你这大仙娇气得很，我回去上工，怕你受不住。是苦力活？不算是。那有什么？只要不动着你肩上的伤，别的我都受得了。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回上工的地方呀。你不会以为我在上京有别的落脚地吧？这儿的房屋可太贵了，我一个也买不起。贵的地方买不起，便宜的外房里呢？拜托啊，大仙，咱们1个月的工钱只有600，但吃饭每月至少得花300文。以上京最便宜的外坊和月坊来看，最小的屋子收100万钱。照我这么每月攒300文，得攒270多年才买得起。居然要这么久！你把东西藏在这里，不会被拿走吗？放这里有机会不被别人发现，带回通铺里才一定会被拿走。我带你去你就知道了。哟，这不是大美人吗？怎么请几日假回来就怀上了？这可不得母凭子贵做凤凰去。嘿嘿，那快把他的工钱发给我，我去把他的活做了。凭你那耳子线都拉不动的力气，也配抢我的活？我立马就能上工，今儿不算假。随你，反正这个月工钱我是没法给的。为什么？你先前说好只请3日假，如今耽误几日了，还好意思问我为什么？可这个月我已经做了20天。就100文，还要不要？若是不想做了，这里有的是人能顶替你。20天应该是400文，他凭什么克扣？行，这活就非做不可吗？工钱敌有受气，没一样可取的。大仙，这世上不是所有的事儿都能讲理，400文是对的，但人家不给你也只能认了。
这已经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活计了。我看他是活腻了。你做什么？什么做什么？不想干就滚！大仙，使不得！你竟敢对我动手，我非扒你一层皮！扒一层皮！克扣工钱，滥用私刑，我先要你半条命！哎呦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别打了！钱给你，我马上给你。这不还是克扣了吗？送他去官府，我要告他！别！愣着做什么？大仙，快跑吧！这本就是个黑作坊，怎么可能送监工去官府？给我往死里打！救命啊！救命！还手！你倒是打啊！让你跑！大仙，我不想死，我不能死在这里。我不会让你死的。他疯了！拦住他！救命啊！杀人了！天子脚下，律法所附之地，怎么能发生这种事？大仙，你知道报官流程吗？差人去衙门说一声便是。那是有钱人家的流程。平民要写状纸900文，茶水费2000，排期半个月。想公平，还得给被告一样多的银钱。就为了一口吃的，把自己伤成这样。能吃几天饭，挨到春日宴就能吃白食了。这100文够看伤吗？药馆太贵，伤不用看。你走路不看路吗？壮，你怎么了？走，去哪儿？带你去一步登天。没钱连尊严都没有，还讲什么规矩？大仙，你写什么呢？欠条。吃了就走吧，别在这儿碍事。小哥识字吗？麻烦看看这个。怠慢了，原来是贵客，千万别怪罪，我以为是上门求助的百姓，快请进。贵客，多贵的客？眼下怕是只值20文了。田姑娘，你家主人给我这个，让我来找你，我不识字。这是欠条，主人欠你1万两。大仙，你这骗的也太多了，一听就不合理啊！江南时我替他店前买了翡翠玉珠，本就该还。姑娘收好。对了，温家那边情况如何？燕青身边好像出了奸细，燕青身边那个叫阿紫的侍女，最近常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住，而且她还偷偷的把燕青的一些东西拿出去。我想在西园借住，只要再听见那奸细的声音，我就能认出来。好，我马上让人准备房间。麻烦叫园里大夫过来一趟，我伤得很重。怎么回事？安和坊黑作坊，监工克扣工钱，还派打手要打死我。孙子在，带人跟我去安和坊。大仙，谢谢你，我这就去给你塑金山。省省吧，你现在更需要钱。若不是亲身经历，我从不知道民间有这么多不平。救命！不要打我！没事了，已经安全了。
我已经嫁进温家了。这是燕慈州的听竹小馆，你忘了怎么过来的？1万两，大仙，这能让人快乐疯了。不过一串翡翠珠子的价钱。走，我带你去感受有钱的快乐。哎，穿戴不整齐者不得入内。我上衣下裙鞋子都齐了，哪里不整齐？那样的才叫整齐。田小云，你这是去哪儿要饭了？你也来买东西，陪我进去挑衣裳。你手脏死了，别碰我！弄坏我衣服你赔不起。1层没好东西，带我去楼上，楼上是贵客预定，不卖。客官楼上请，是我下人有眼无珠。你抢钱庄了，我家1次花销也不过100两。我母亲系出名门，父亲家财万贯。胡说！我在乞丐窝见过你。我体验平民日子不行吗？乔家主原是杀猪卖肉的，靠厉将军关系才谋得差事。瞎说！我爹护驾有功。人发达了，总爱掩盖不堪的过去。掌柜的，这个我买了。陈慧36两。我挂我爹的账，别说一把匕首，整座万宝楼也不在话下。这个我要了，快1400两了，你付得起吗？这点钱不算什么。这个我要了，镇宅。陈慧2060两。这个你抢不了了吧？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我说清楚，我报官抓你！有什么说不清的？燕慈州给的，他家账房有记录，你尽管去查。下个月张家姑娘的出阁礼，你没理由不来吧？厉将军伤重，燕家怎么还要办出阁礼？看你到时候敢不敢来！大仙，咱们去不去啊？方才让他抢的那些，都是你说的卖不出去的滞销货吧？抽成别忘了给我。那是，都让奕成立给您。连本带利赚回来了。大仙，你看这件多好看，显得多有钱。丑，这怎么能叫丑呢？要这件宝象穿花云缎裙。就这个，感觉好看是好看，就是哪里怪怪的。抹胸让他们换件大的，你能不能别总动这里？为什么动不得？我自己的身体。再说了，神仙又不分男女，避讳什么？神仙可能不分男女，但我分。姑娘，终于换好了。大仙，你眼光还真好，这衣裳穿着真好看。大仙，怎么感觉身体好燥热啊？别蹭了，先回去。我还想多看看簪子呢。你现在看不了簪子。我中毒了？算是吧。那这毒还真奇怪，变了好多文公子出来，在我脑海里来回的跑。你心悦他？当然呀，我心悦他呀。花痴。大仙，我跟乔锦堂早就认识，他5岁就跟我抢地盘，现在发达了就瞧不起人。我5岁时只会读书上课，无趣的很。田姑娘，你找我。林夕还是要跟厉家联姻，婚事没取消。主人连这事儿都跟你说了。我想见林夕，他性子刚直，我怕他想不开。厉苍明只是断腿，圣上赐婚不便变动。不过我这就安排。大仙太厉害了，这就找到攀附的由头了。黄金俗气的很，什么眼光？姑娘这簪子
是万宝楼新款。对呀，掐丝工艺，镶的番邦红宝石，听说这一支就费了万宝楼老师傅半个月的功夫呢。这哪里好看了？姑娘眼光真好，是哪家小姐？我家住在巡城门，隔得不远，竟没早点遇见。厉苍明断腿后暴躁多疑，你嫁过去必定受委屈。燕青的意思，让你躲去乡下，谎称病重，拖上几年。你说呢？我若只顾自己躲起来，给燕家招祸，还算燕家女儿吗？大仙，圣上为什么要赐这桩婚事？厉苍明原配是圣上长女，自焚而死。她拥护圣上登基，圣上愧疚，便应她求赐灵犀做天房。厉苍明40岁了，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太歹毒了！你怎么比我还生气？你刚吉利，凭什么嫁给他？他能逼圣上，咱们为什么不能反抗？燕家世代效忠皇室，不能恃功自傲。那就造谣，传他坏话，闹得满城风雨。他原配是自焚而死，边关人都知道。知道怕什么？我还能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呢。流言多了就能掩盖真相。厉苍明原是乡野之人，早有妻室，生了2个儿子，为攀附权贵，谎称未婚，舍命救了戍边大将，娶了他女儿。后来儿子喊漏嘴叫爹，贵女要告状，他就放火烧死贵女，连自己2个儿子也一并烧死，事后还把罪名全推给死者。田姐姐，你太厉害了，跟真的一样。这就是真的，你万不能嫁给他。对，我不嫁。可以写成话本，去临江阁说书传播。其他地方包我身上，3教9流乞丐窝，我全能传出去。这也值得骄傲。临江阁的说书太精彩了，那个瘸子将军太坏了，靠女人上位，还谋害人命，居然还想娶小姑娘。小云也来了。是啊，这故事你也听过吧？听说是厉府的那负心汉，为了灭口，连七成骨肉的什么？跟我过来。你弄疼我了。你传的故事是故意毁我舅舅清誉。啊，是吗？这故事说的不是个负心汉吗？你舅舅是负心汉？当然不是。那你舅舅死了2个老婆了？也没有。那这和你舅舅有什么关系？我知道你看不起我，上回还让管事将我赶出去，谁让我没名分的呢？走应该的，我认了。可今日你上来问罪，一点道理也没有。我让管事赶你走。是啊，就那个厉虎臣拿银子赶我走，还说我是外人。那不是我的意思。那还能是谁的意思？我喜欢你，你就这样欺负我？喏，把我抓起来吧，把我抓起来送官，那你我也算两清了。别闹了，不要还凑在耳边说话，觉得这样很好听是吗？哎呀，伤口疼。没关系，反正也没人心疼我。是我不好，这样不妥吧？被人看见了，还以为咱俩要定亲呢。你想跟我定亲？可惜你看不上我。未必。大仙听见了吗？我听到了。哎呀，疼！不是吗？人家只说了2个字，你倒是连以后都想好了，傻不傻？怎么样？我弹的好不好？挺好的，为师对你没有别的要求，只要以后出去弹奏，莫要说出我的名讳。我就知道，什么不沾女色都是幌子。不是。你别胡说，燕青应该不喜欢女人吧？他就喜欢你。什么？你瞎说什么？外头都这么传啊？这是燕青告诉你的？没，我自己猜的。你俩不是总一起玩吗？吓死我了！
我与他只是朋友，别误会。近来坊间流传的那个故事，圣上命我彻查。你敷衍得了？恐怕不行。厉苍明昨晚进宫告状，弄得圣人下不来台，要我7日内破案。圣人让大人破案，大人就破呗。父母丧子，哪有不想知道凶手是谁的？我怎么没想到？姑娘的意思是，大人混迹官场多年，哪能不明白圣人之意？你看，你还担心他聪明着呢，三言两语就把我支开去查案，我都拿他没辙，旁人更别想来套他的话。大人要是没有头绪，我倒是能给你提供些线索。姑娘请讲。厉苍明也是越县人，和我算半个同乡。他老家村子早些年被洪水淹了，没剩几个人，唯独巡防营的乔统领跟他是一起出来的，想来知道些内情。那你呢？你知不知道什么内情？我这样娇娇弱弱的女子，能知道什么内情？不过是听了2耳朵闲话，半分证据都没有。我脸上有关键证据，盯着看个没完。不是，我原先还在想燕青那样眼高于顶的人，到底为什么选你？现在才发现，你这脾气秉性跟他还真有几分相似。他这是夸我还是损我？当然是夸，我脾气秉性好着呢。哦，来都来了，大人听我弹奏一曲。好啊，能被燕慈州看上的人，琴艺肯定差不了。今天倒是有耳福了。好听吗？还行。那我再来一首《凤求凰》。求不了了，在家还要办案，告辞。有这么难听吗？先前姑娘说想在景城门置办宅子，我已经托人问过了，有一间合适的小院，地契要7000两，房契900两，加上杂项，一共约9200两。多少？换成铜钱的话，一共2200余万。不是，你确定给我找的是一般的小院？只一般的，一共才8间房，正屋也不大，旁边还有处更好的3进3出的院子，约莫33000两。天杀的有钱人，怎么舍得把够吃几辈子酒肉的钱花在破砖头上？谁爱买谁买，我宁愿揣着银子进棺材。不是还想嫁高门，媒人拜访和过定礼都要上门，没个像样的住处，怎么抬身价？那我先过去看看。大仙，你看，这地方靠着下水渠，刚好能搭个猪棚。这池子还能养鱼，多养几条大的，吃不完还能拿去卖。还有这块空地，土这么肥，种点白菜萝卜肯定长得快。用不用再给你配个金锄头？哦，这金锄头也太奢靡了，没必要，没必要。我以前觉得穷人和富人没什么差别，顶破天就是吃穿用度不一样，讲法总该差不多。直到认识你才知道，钱真的能改人看东西的思路。有钱人买宅子看工艺看风水，你倒好，满脑子想着怎么物尽其用再赚点回来。这些警官每月养护就要20两，你养猪种菜赚的那点钱还不够零头。啥？还要养护？不止警官，这宅子至少雇6个人，每月工钱15两，再加采买和日常用所，开销极大。大仙，你别说了，我腿软。每家每户都是这样开销的，你怕什么？怕什么？当然怕钱不够花呀！这地方我就算咬咬牙买得起，也住不起啊！难怪那么多人赚了钱还挤在偏僻坊市住。大仙，我这小院开销都这么大，那听猪别管呢？每月不定数，多的时候1万两也有，少的时候也就几百两。不买了，不买了！
冲着燕家的屋子住多好，柴米油盐不用我操心，侍女奴仆也不用我开工钱。可那不是长久之计，万一让温逸安知道你住燕家的院子，指不定要误会。我偷偷住着，他去哪里知道？等要定亲的时候，我再临时租个院子，花小钱办大事，这才是上京生存之道。完了，他什么时候来的？采的话他听去多少？50两就能租下这售价上万两的宅子，再雇几个丫鬟管事充场面，比花几千两买划算多了，太有面儿。又是你，小云也来吃乔家的乔千燕，我可没发帖子给她。你家是这一处，家就住锦城门，黄金区段，是吧？这宅子不是要卖吗？姑娘好眼光，这宅子售价9200两，您要不要进去看看？好啊，都下来看看。田家的宅子要卖了，这宅子也不怎么样嘛，远没乔姐姐家新买的大。为何要卖啊？不会是家道中落了吧？我家换了更好的宅子，这处自然就看不上。哦，换去何处了？正好咱们今日人齐，不如去你的新宅院开开眼界。没必要吧，别耽误你的乔千燕。就随便看看，能耽误什么？线下离开宴还早着呢。不是，我新宅子不在锦城门。怎么了？你慌什么？没什么。就是突然不太饿，不想吃这个宴了。那就走。给你介绍下，这位是林雨薇，温公子当年的同窗，也是上京闺阁里唯一考中进士的奇女子。姑娘好厉害！哪里，运气好罢了。那姑娘为何没有做官？如今朝野，女子应该也还能为官吧？你可别乱来！我没有，我只是想问。都堵在这里做什么？你还有没有点礼数？几个小姑娘聊天而已，她摆什么威风？一上来就这语气，合着田小云犯了什么大错？我只是想跟她聊聊。你跟她有什么好聊的？她读的都是圣贤书，不懂你们女儿家的弯弯绕绕。有什么话你不妨跟我说。难得看温兄这么紧张，不愧是同窗多年的情谊啊。跟你说，那我想跟雨薇说闺房私话，是不是也得温公子点头应允呢？两位这么多年不见了，关系是一点也没疏远呀！你们别胡说。你平时不是挺能说的，这会儿怎么哑巴了？没用的，大仙你知道吗？人在不被偏爱的时候，是做什么说什么都没用的。走啊，吃席去。好啊。这破宅子又小又简陋，有什么好逛的？是啊。水光潋滟晴方好，他也压根没在看宅子。忆君心似西江水，日夜东流无歇时。多情只有春庭月，犹为离人照落花。虽恨独行东尽日，终期相见岳云时。他是不是对的比我好多了？也就那样吧。你觉得那位穿古文侧丝衫的公子怎么样？他家祖上富武过2代，他这一房也受宠。还行。这个呢，东瀛统领的独子叫潇潇，武艺很不错。不喜欢武夫，那边还有太傅家的。大仙，这满院子的都是贵人，随便点一个也都是不错的，但他们都不会看得上我。为何？从头到脚这些东西都是骗来的，包括荷包里的银票。那又怎么了？能骗这么多也是你的本事。我哪有什么本事？你教我那么久的琴艺，我也没学好。废话，人家练10几年的东西，你10几天就想学会，已经算不错的了。连问青天那么难的曲子都能弹个大概。昨儿不是还说你教的是问青天，我弹的是苍天啊？我瞎说的。大仙，你不用安慰我。谁安慰你了？我就是觉得这宅子不怎么样。
酒席的菜色也不怎么样，不如回去，让听竹别忘的后厨给你做浑阳墨鱼吃。混什么糊？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是在想要去哪里租个宅子来招待大伙儿吗？让我来。像此处这么普通的宅子，确实随手就能租来。你说什么？说你没品位，大梁上红漆，外头搭青瓦，想学苏园又没人家体阔，想仿宫廷内院却只堆些不值钱的坐地坯，一眼看去颜色繁杂，摆设冗余，活像哪个杀猪贩子发了家，急着证明自己有钱，连席间主菜都只上肘子肉，没看见上席的贵客们碰都不碰。你好，我倒是要看看你住在哪个王府里，待客的又是什么贵重菜肴。明日午时，锦云坊恭候各位大驾。大仙，你怎么吹牛又带上我？我上哪儿去找锦云坊的屋子啊？还有贵重菜式，这得花多少银子啊？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才能比得过三品尚书家的独女。别急，我有对策。我是想攀高枝，又不是非得在文家一根枝头上吊死。都到这个地步了，还去争抢，岂不真成贱人了？只是说不难收是假的。你之前不是问宴席要做什么菜撑场面吗？有一道浑阳墨乌最适合，是取整鹅剥皮褪毛，往鹅肚里塞上糯米和香料，再将鹅塞进整阳里烤。这做法倒是聪明，能吃着鹅，也能吃着羊。这道菜只为吃鹅，外面的羊肉是弃之不食的。什么？一整只羊弃之不食？那是肉啊！好多人家一年都吃不上几回的，说扔就扔。你们有钱人家为何这么喜欢糟蹋粮食？羊肉赏人也是好的，再不济就送去乞丐窝。这道菜多少钱？看有多少人吃，得按人数往羊肚里塞鹅，一桌最贵也不过7、8万。你为什么要跟乔锦堂犟那个嘴？这得花多少银子啊？别心疼钱，听竹别馆的厨子会做这道菜，他是孙药神送给我的人。你拿钱和孙药神给的牌子去请，他定会答应。除了这道主菜，怕是还得配上12道小菜，食材都得提前采买。你现在就得动身了。大仙，这是你变出来的？找谁？徐伯，我是铁风管事派来接替您看院子的。他说这几日您要回乡。哦，铁风管事说的人是你，但不是说还有几日才来吗？他怕您着急，让我提前过来接手。您对一对牌子。进来吧，东西就放在偏房，过几日会有人来更换，你只用将这前后园子的落叶收拾干净，再将前厅洒扫一番。这几日主家忙，咱们这院子就只你一个，受累了。大仙，我平时也就骗骗人装装样子，自从你来了，我银子骗了上万也就罢了，眼下还要骗人家的大宅，这要是被发现了，我10条命都不够赔的。你借用2日而已，算什么骗？你怎么比我脸皮还厚？东厢那边的炭盆再检查一遍，银丝炭不能有半点潮湿。明日来的都是贵客，眼睛都放亮些，该行礼的行礼，该引路的引路，不该说的话一句也别说。是。你拿什么钓金龟？把下巴抬高点，别露馅儿。怕什么？房子是真的，厨子是真的，菜也是真的，我怕什么？贵客上请。乔姐姐这是生怕别人不知我家的富贵，连我不相熟的都替我请来了。这是你家主人买下的。主家的事，做下人的哪好过问。不过咱们都是伺候贵主儿的，不曾听见谁家宅子不用买就能住。温公子也来了，里头请。恭贺姑娘乔迁，这门第规制，你也觉得古怪？
进去再说，总不好堵在门口。烟熏火燎，成何体统？乔姐姐，这是世家顶级宴法，请主家坦诚。这是宫宴名菜，这宫贵敖级，只有圣上赏赐才可享用。姑娘家可是有爵位，这6丁黄旗是后爵规制。不说清楚就是越制，报官咱们都得遭殃。后爵规制岂是钱财能买的？你扯谎也要有分寸。傅大人到，姑娘乔迁之喜，竟不叫我。大人，这宅子是燕青早年买下的，先帝授侯爵府，燕家出嫁解国忧，不悦娶。燕青与田姑娘是知己好友，比我还亲近。这宅子他心甘情愿割爱。来点喝茶啊！若论趋炎附势，谁比得上你？巧了，我也跟燕青说过这话，让他离我远点儿，可他不听，非要赠我良宅美奴1两白银，还说上京他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遇见这样的事，我也很苦恼啊。大仙，还是你会气人。你平时也会，只是一遇见他就都忘了。这若不挤兑回去，你今晚睡到半夜都会睁开眼懊悔。好香，这是什么神仙味道？你的温公子好像气坏了，很刻意的在给林雨薇夹菜。有这么好吃的东西，还在意什么男人？管他给谁夹菜，别从我碗里抢就成。瞧你这点出息，不就一口吃的？这事儿我认。燕青什么都跟你说了，那我自然也是你的朋友。田姑娘是有过人之处的，是啊，光说今日这装扮就很是不俗，菜色也很好，温公子多吃些啊。也没见得比肘子肉好吃多少。我听人说，乔姑娘家以前是越县的。是，不过崇德年间，我们就随厉将军一起去边关了。崇德年间，是李正来征的兵，家父与厉将军都是英雄豪杰，故而哪怕拖家带口，李正和军营那边也都是答应的。拖家带口怎么行呢？岂不要多耗军中的粮食？你懂什么？入伍时我爹爹同厉将军都已经活着好些人了，他们召我们就等于召了一支100来人的精锐，捎带2、3个孩童有什么大不了？你爹有2、3个孩子，你不是乔家独女吗？我爹当然就我一个女儿，其余2个孩子是厉家的，跟我又没什么关系。这位傅大人还真是风流。往日的确风流，但今日你可别冤枉了他，他是办公室来的。啊？公事？你忘了？先前你说乔家与厉苍明亲近，乔统领跟了厉苍明那么多年，定是知道厉苍明的旧事的。但他是油锅里滚了10几年的老油渣了，很难问出什么来。还是他的女儿乔锦堂好对付。酒令来了。这东西可费了我不少功夫，连夜差匠人赶好的。是上回那种酒令？非也非也，这上头都是罚令，客人可以自己选，要么认罚做事，要么喝酒抵债，2相都是。这种酒令我还是头一次玩，那就从姑娘开始吧。我一问姑娘，我朝女子如今可还能为官？能，但难。哪怕考中进士，我如今也未得什么好官职。二问姑娘，那朝中如今还有什么厉害的女官？自20年前中书省的女令被贬之后，女官已鲜少能进3省。他在想什么？三问姑娘，我朝文官得势还是武官气盛？自然是武官。边境多星战士，武将亏缺，圣上对其一直多有倚重。小云姐姐是打算入朝为官？笑话，她连字都不认识，真以为林姐姐考的进士很简单？
自他认识，看的书也挺多。什么？酒令还要接着醒呢？傅大人，你这……姑娘不介意吧？不介意。这杯酒我认罚。傅大人这是看不上我们乔姐姐，不愿意结拜。哪里是看不上，是太看得上了，才不愿做兄妹吧？姐姐脸都红透了。答上手3问，姑娘可要选喝酒？不用，大人只管问。你我也不相熟，随意提问唯恐冒犯。方才小云姑娘说，乔姑娘去边关时有青梅竹马的玩伴。那哪是什么青梅竹马？大柱和二柱都是厉将军家里的儿郎，来往的也不算多。二问姑娘，厉家儿郎怎么起这种名字？厉将军原就是越县下头乡里出来的，没念过什么书，给儿郎起名自然就随意些。厉将军自己的儿郎，我怎么没听人说过呢？又不该你问。那第3问就这个吧。我倒是听过他们喊厉将军做爹，只是厉将军在众人面前说自己妹妹早死，这都是替妹妹养的孩子。我舅舅哪来的亡故妹妹？厉家明明只有兄妹2个。先说好，这玩笑席上的交杯是不作数的。不过不作数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。他应该是高兴的。3盏，我认罚。倒是多谢你。我也没法子，燕青小气，可不好得罪。你是说你与燕家公子？我什么也没说，各位也当什么都没听见。好，定然为姑娘保密。这可是天赐的缘分，小云姑娘可得好好珍惜啊！你可算是看透温一安了。没什么看透不看透的。再说，已经叫人打过1次脸，总不好将另一面再伸过去给他。这酒也挺好喝。你好像要喝醉了。怎么可能？姑奶奶，我千杯不倒。小云姑娘，我还有公事在身，得先走一步。好说，我送送大人。傅大人查案手段一向高明，今日这般倒是有些不入流。哦，姑娘说什么？你想查厉苍明当年被称兵时的登册名录，直接去找那个姓杨的李征就是。那人还活着，4年前从越县迁去了象县。先前问姑娘，姑娘还说不知道。我是不知道内情，又不是不认识人。说来好奇，姑娘先是散布谣言，后又跟我说这些。姑娘跟厉将军也有仇怨？怎么会？虽同在越县，但我在3乡，他在贵乡，连面都没见过，能有什么仇怨？谣言呢，是因为我想救燕家小姐，她品味和我合得来，我喜欢她。至于现在告诉你这些，傅大人，是因为我觉得女子可怜，对男人动心的女子更是可怜。乔锦堂虽然又坏又笨，还不记得我，但毕竟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。你为着查案就这么戏耍人家的感情，实在不应该。做错事之后再来后悔，是最不值钱的。不如一开始就别犯错。这些理由似乎不足以让你将自己也搭进去。姑娘今日帮了我不小的忙，改日必当登门道谢。你改日谢燕慈粥吧，他也帮了我的忙。好，下辈子我若能生成傅大人这样的男儿就好了。女子实在可怜。大圣男女皆可为官，男子能吸引女子，女子亦能自责夫婿，有什么可怜的？你是神仙，你不明白。100年前女帝在位时，女子尚有苦处，就更别说如今理学渐复，旧制重提。女子尚能科考，亦能从军，是你不求上进。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他本就在朝野里，能有什么不知道的？你酒品这么差，还敢连灌3杯？叶伯伯，刘爷爷，下次再喝几酒，我就把你扔下去。怎么会这么贵？
做什么？这些下人们自会帮你收。总不能扔了吧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杂肉羹啊，精米熬的粥都还热着呢，这些人也不吃。现在已经过了饭时，你还煮来做什么？饭食那是有钱人家才定的规矩，穷人家有的吃就不错了，还拘什么时辰？这锅、旁边的大木桶，还有外头的板车和碗筷都借我用用，用完就让人送还过来。好嘞。你这人平时贪财，偶尔还挺善良，竟这么亲力亲为的不？哎，瞧一瞧，看一看了，刚出锅的杂肉羹，我一碗。这些都是别人吃剩的，你拿来卖钱，不可以吗？你。有羊骨头，还有肉呢，是吗？我也来一碗，我要5碗，我要5碗。大仙，今日花销这么大，拿这个回回血。你说，若是刚从黑作坊里出来，身上只有100文，还没吃到包子的我们，能遇到这么个摊子，是会觉得被剩菜羞辱了，还是觉得今日运气真好？我从前以为的普通百姓的日子，原来这么可笑。方才买羹的那几个人怎么就不见了？我就少看了一眼，唰的就没了。回家了呗。旁边的房屋全都门户紧闭，没哪处开过，怎么可能是回家了？谁告诉你家一定在房屋里？喏，没见识过吧？你是耗子成的精，在外头说说也就罢了，怎还真的进来？嘴上说的和亲眼看的是两回事。先前在洞口只觉得悲戚，眼下自己进来，才知道有多震撼。先前你说大圣男女皆可为官，没什么不同。那你又猜猜，这里为什么大多是女子？因为生育吗？女子能生育本是常事，可若在上京找不到活计，就很容易被拐骗，被迫给人生孩子。女帝在位时，朝中也有不少女官，如今新帝继位，连进士出身的林雨薇都得不到官职，普通女子更难立足。但这世道对女子太不公平了。是啊，连林雨薇那样的出身和能力，都不能得到她该得的东西，我又怎么能说如今的大圣男女并无分别？我之前口口声声说要查民之忧，不过是在别馆里住了1个月，有吃有喝，有人伺候，衣食无忧，不思劳作。这般做派，既可笑又令人厌恶。怪我不该带你来闻这味儿，咱们先出去。你的法力太小，连银子都变不出来，又怎么能救得了这些人？法力救不了百姓，但我回去便能有所作为。工部营造总署，皆关乎民生，做好本职，一样能造福百姓，未必非要入30。你是不是吃错东西了？我肚子怎么疼成这样？今日吃的都是贵得要命的菜，按理不会吃坏肚子，难道是我山猪吃不了细仓？说得很好，先闭嘴吧。等等，我许是要来归水了。什么水？癸水啊，女儿家每月都要立一遭的。我体寒，来的时候会腹疼，但也不是太疼，喝点热水就好。这还叫不是太疼？我觉得有把铁锥在我肚子里绞，还拧着肠子往下拽，根本没用。你想的这都是什么馊主意？你脾气怎么比我还大？好了，我先系上点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止痛的？你做什么？系上啊！来归水了，你不系这个？我只知道燕灵溪每到这时候就闭门不见人，没人告诉我还要穿这么奇怪的东西啊！叫大夫，快去叫大夫！你流血了！叫什么大夫？癸水不都这样吗？这才刚来，没多少，等明日那才叫天崩地裂呢。你是说，癸水是血，且每个月都要流很多很多？是啊。那还活得下来？厉害吧？要不大圣史上能出4位女皇帝呢？
你这袋子不会漏灰吧？会啊。那你还捆？大仙，我不是不知道这东西脏，但它能省了我洗裤子裙子的功夫，也能让我在外头勉强走动，习惯就好。谁想习惯这个？小云姑娘，今日各大铺子的掌柜都要来算账，您可要一起去看看？行，我去看看。主家好！这场面也太吓人了。有什么吓人的？凡富贵人家自己掌事的，3个月就得见一回。难得的机会，可不得练一练？万一以后嫁进高门了，凭这架势也能唬住人。近来上头对银号的管制愈加严苛，一家又在对阁开了新的钱庄，我们汇通行利润大不如前了。银号牵扯众多，烦请刘掌柜议后留步。哎，好，就是他，他是家父旧友，是我家赵父身居要职，不曾想竟暗中吃里扒外。你平日遇见这事，难不成就没什么法子？能有什么法子？大家都这么过来的。药呢？没什么药好使。我不清楚，从前连药都买不起。什么样的疼才能比这更难受？月事之痛不足为惧，终究不及生产凶险。主人那边有些情况，孙药神已经先过去了，我这边走不开，您可要跟去看看。怎不见他过来看看我？也不好让人把主人抬过来。我今日动不了，改日再去。好，那有什么情况我再跟姑娘说。是不是燕慈州又醒了？不能吧，我还在这儿呢。那边的人怎么可能醒？燕青，你可算醒了。上回你昏迷前说的话，自己可还记得？云隐，你让人将我库房里那几匹闲置的棉麻料子拿去给田小云，再去药房拿些治经期腹痛的药材，一并送去汀州别馆，叫个懂照料女眷月事的婆子跟着去，最好能帮她想想办法，别让她再用草木灰袋子。你这孩子，刚醒就惦记这些有的没的。师父，我头晕撑不了太久，你们拿纸笔来，把我说的话都记下来。主人请说。叮嘱银号刘胜，肃清厉家眼线，严加看管，传话四房，借我养病为由，推迟与灵犀婚期，使我印件联络工部营造总署，调人整顿制造坊，带去既定章程，加快平乐坊修建，安置流民。何必急于这一时？等你好些再安排也不迟。不行，晚一时，就有许多人要多受许多罪。云隐，再拿玉笺来，我要亲写一封上书给陛下。云隐，就这么送去，不必誊抄，陛下看得懂。燕青，你莫要吓唬为娘啊！母亲生我的时候也很是辛苦吧？不辛苦的。才怪！宁远也是五品女官，为了生我连官职都停了，又疼又累这么多年，我却鲜少与您交心。这不怪你，只因你天赋出众，燕家便比你负重求学，家中弟妹骄纵难产，我早已分身不暇，连你的生辰都未能相伴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大仙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我疼死了都没人管。田姑娘，有人让我给您送东西来。有什么事儿，都过几日再说吧。我真起不来。这料子看起来就很贵，我哪来的钱买这个？仙法给你变出来的，不要钱。大仙，你醒了？刚刚叫你都没回应，我还以为你又走了。大仙，这也是你的仙法变的？是，修炼了几日，有所进阶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大仙是真厉害，能变出这么多好东西。可是都能变这些了，为什么不直接变银子啊？山猪真是吃不了细糠。舒服了吧？还不快说谢谢大仙！谢谢大仙。对了，我还想吃城东包子铺的酱肉包，
你也能编一个不？让下人去买不就得了？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仙法？还想吃什么？一并让他们去买。还想吃宣武门5进5出的大宅子，铜钉打轴的滑盖马车，最好再吃上几颗又冰又绿的大翡翠。做什么呀？做什么？当然是让你做梦。可惜你是神仙，若是凡人，哪还有温一安什么事啊？温一安又做什么了？今日他们约着去踏春，我说病了再别管养着，就都写了信来问候。送信的人说里头有温一安的，但我不认识字，大仙您给看看。情诗写的缠绵，可惜言行不一，一边纠缠林雨薇，一边又来招惹田小云，贪心之极。大仙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是情诗吗？不是，他是在挤兑你，说外头春色多好多好，你没福气出去看。温公子平时瞧着也算个正经人，怎么这么阴俗？谁稀罕去看？我现在可是燕慈州的女人。什么？你忘了？燕家宴席明明说好保密，没几日，上京人人传言我是燕慈州身边之人。寻常女子怎会住他宅院，使唤下人？就算无名无分，也比世家贵女体面得多。我实是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，这对你的名声恐怕……要不怎么说男人靠得住嘛？厉将军这是为了娶公主，以前的妻儿通通不认了。那2个儿子死的也是惨，原说是寿安公主烧死的，我看倒是未必。保不齐是厉苍明还想攀高枝，将2个拖油瓶一并解决了。那可是自己的骨肉啊！自己的骨肉怎么了？你看咱们这些人家里有几个亲情深厚的，都不过是为了利益和家族长远。是啊，你看厉家如今多得势，眼瞅着又要娶燕家女做续弦了。那他这被查到了会如何？我听闻大理寺那边不敢提告，暂时按下了。大理寺奉旨去查，怎么查到了又不敢告？姑娘有所不知，朝中如今风云变幻，圣人跟前只立苍明一员能用的大将，自然是不会轻易折了他的。若是贸然提告，恐怕……我倒是听说有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官夫人去告状了。怎么说？快说给我听听。照我朝律例，只有4品以上官员或官夫人才能提告3品大员。这位刚好就是4品御史中丞家的夫人，姓孟，据说与厉苍明有些旧怨，此番怕也是受人之托帮忙提告。姓孟，朝中我认识的孟姓官员不少，没听说跟厉苍明有仇的，多半是闺阁女眷，不曾入仕。是叫孟氏？对对，是这个名儿。你认得他？不认得，也是听人提起过。他告得如何了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只是听乔姐姐说，孟夫人在宫门口敲玉鼓，瞧着一把年纪了，却是敲了3个时辰都没歇气。这也关你的事儿？怎么瞧着你这么难受？没，我是觉得，若是4品的官夫人都告不了他，那我再怎么散布谣言，也救不了灵犀了。难为你跟灵犀只有一面之缘，还这么为他考虑。倒也不是，我更怕他俩成亲之后，厉苍明找我秋后算账。你就不能把话说漂亮些吗？哪怕是装的。跟别人我会装，跟你还有什么好装的？咱俩谁跟谁？乔锦堂呢？今日怎么没来？他肯定知道最新的消息。刚过回廊呢，就听你念叨我，倒是会使唤人。你这金丝雀养的还真不赖，燕慈州待你倒是舍得。快别废话了，孟夫人那边如何了？你说孟氏啊，还能如何？圣人不会搭理他的，敲了半晌就让御林军拖走了，真以为能忤了圣意去？4品的夫人说拖就拖，什么4品3品的，在圣人面前都只是下人罢了。没用，纵使为官清告，也无济于事。只要君王不愿追责，纵使证据确凿，在帝王眼中也不值一提。对了，我方才在门口好像看见温家的轿子了，你这小丫头好像还真能赢过尚书家的千金啊。你们先出去吧，我得再休息会儿。刚来就让我走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走吧走吧，等小云好些了再来，她现在不舒服呢。
温公子来这里做什么？人家田小云现在攀着燕大人的高枝，可是不会再低就的。路过而已。这里离锦和房那么远，你能路过？温一安，我看你就是对田小云。傅公子去春风楼喝花酒，你有空管别人的闲事，不如管管自己嘴边快飞的鸭子。公子，您要不还是亲自去跟田姑娘解释解释那封信的事？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该写的我写了，她既不想听，那我说什么也没用。可您这几日吃不好睡不好的，也不是个办法呀。谁告诉你的？我只不过是天热了，没有胃口。上京女子千千万，我离了她，难道日子就不过了？是。你别急啊，事情兴许还会有别的转机。哪还有转机？除非用仙法。世道本就残酷，强弱有别，尊卑相压，处处便是身不由己。你知道吗？万宝楼出了新花样，是用很细很细的金丝编织成荷包，有的中间会穿几颗翡翠珠子，有的穿的是红宝石。有2个荷包的样式，我觉得很是新奇。正愁找不到人聊呢，你就来了。天哪，这一看就是老师傅的手艺，跟那些挂在铺子里的成衣大不相同。我就说咱俩是知音，还是小云姐姐你懂我。这些臭男人没一个长眼睛的，光说我选的东西俗气。你是说今天来的那些人吗？你说的臭男人，该不会是……怎么可能是厉苍明那个老东西？二叔昨日入宫，带了二哥哥写的上书，圣人看了，特意降恩，允许我明年再嫁。现在好啦，我不用着急准备嫁衣嫁妆，那老东西也见不着我的面儿啊。可我听人说，圣人不打算处置厉苍明。是不打算，若不是二哥哥拼着伤病为我求情，我连这1年的时日都饶不了。燕慈舟，他写的什么能让圣人顶着厉苍明的胡搅蛮缠，开这样的恩典？我不知道，二哥哥那个人城府极深，这人这么厉害。若是他出面状告厉苍明，结局会不会有所不同？不会。都未曾尝试，怎会断定不行？你并不了解当下的朝堂局势。先帝原本传位给皇长女，皇长女伤心过度昏迷，朝臣没办法才接了戍边的茂王回来继位。结果茂王刚登基1个月，长公主就醒了。先帝能坐稳皇位，全靠厉苍明的兵权支持。除非他皇位坐稳，不再需要厉苍明，甚至必须除掉厉苍明，否则厉苍明犯的事再大都定不了案。姐姐怎么了？这个琉璃手创不好看吗？好看，我只是在想，1年之后你该怎么办？1年之后的事情谁知道呢？嗨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管明年做什么呢？你呀，还真跟我二哥哥一样，总喜欢考虑的长远，我就只管当下。今日有好衣裳，明日有好首饰，那后日死了又如何呢？也对哦。你陪我去晒一晒我的棺材本。金子？对啊，我娘给我的嫁妆，平时也用不着，太阳好的时候我就拿出来晾一晾，省得发霉。姐姐来帮忙呀。姐姐是很想帮忙的，但姐姐怕给你数少了。送我？姐姐别行这么大礼啊，万一给二哥哥知道，保不齐要骂我。当燕慈州的女人也太爽了吧！姑母。咦，小燕大人。田姑娘。你最近都忙什么？总是这个时辰才回来。先前是在忙牢狱之事，今日接了调令，要去小叔的工部营造总署帮忙。调令倒是下得快。哦，那吃些点心再走吧，后厨刚做的。不了，还有公务要去书斋一趟，侄儿先告退。小燕大人年岁跟你差不多，为何叫你姑母，还叫燕慈州小叔？姐姐有所不知，她不是燕家人，只是我大哥哥早年从城南郊外的溪水里捡回来的孤儿，挂在燕家旁支的名下罢了。燕家大哥哥平安生得早，
比燕慈州大了12岁，捡着一个小孩，自然就当成了义子来养。如此，燕慈州和我的辈分也就水涨船高，我就很不乐意了。两人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我却要被他叫姑母。如今他定了亲，两人更是生疏，话都说不上几句了。如此说来，我倒是能理解小燕大人。理解他什么？理解他不识抬举？凡寄人篱下，哪有不识抬举的？就是太识抬举了，才不敢行差踏错。可我大哥哥从来没有薄待他，家中上下也都是把他当公子的呀。你们家里的人都很好，但被遗弃过的孩子，心会像飘在水面上的浮萍，哪怕池子再平稳无波澜，也能被一阵风就吹得摇摇晃晃。好羡慕他，一点苦也不曾吃过。是的，他光凭想象完全无法体会。你二哥哥先前让我去考工部衙门的小吏来着，没想到小燕大人先过去了。工部衙门，这话只有二哥哥能说的这般轻巧，那地方可难考了。大仙，你瞎说什么？我字都不认识还考试？你若想去，我的确可以帮你考上。工部营造总署连考核的官卷都是他出的，想考个小吏有什么难的？我为什么会想去啊？我在听竹鳖馆躺得好端端的，每月光俸银就有2两。枉在别人家躺着多不合适，这得去，这一定得去。我打算试试，就是不知道工部营造总署里哪些地方还缺人。你若是得闲，可否帮我问上一问？我老早想去他书斋看看，一直也没个机会。姐姐你真是个好人，走走，舅舅见一下，我现在就去问。大仙，他们家也太厉害了，要能让我住在这种地方，我做梦都能笑醒。要让我住这种地方，我做梦都能被吓醒。你眼光好差哦。以后若有机会，一定让他开眼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琼楼玉宇。好啊，骗我说要忙公务，却是在这里偷闲。速速下来，陪我玩一个时辰的布雷球赎罪。你们怎么过来了？有事与小燕大人相商。姑娘有何事要与在下相商？我3言2句说不清楚，让他说。你最敬爱的小叔，我的二哥哥，想让这位田姑娘考个工部衙门的小吏。我来问你，哪个衙署空缺多些？兴建平乐坊的议案已经上禀，不日便可批复。工部营造署有一阵子好忙的。哪那么多礼仪规矩啊？从前也不见你这样。姑母已经及笄，是该守些规矩了。你平乐坊是什么东西啊？大盛繁华，大多百姓能安居乐业，却仍有不少的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是以3年前有位平民出身的大人提议兴修平乐坊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只是当时国库吃斩，未能有人推动，也就一直搁置了。原来大圣也不是没有好官，只是太少了些。这提议被搁置了3年，如今怎么又动了？是小叔好不容易清醒，就让工部营造总署先将这事给办了。不愧是心系天下的儒臣，朝野里如他一般体恤民情的官员实在不多。要我说，小叔比城北庙里的龙王还更该受这百家叩拜。得了，一说起二哥哥你就没个完。分内之事，没什么值得夸耀的。那位听起来是个很好的人，大仙你说，若是他痊愈回来了，能不能速朝朝野如今的不正之风？自己若是豁得出去，能不能杀出一条血路？我一定要考上工部营造总署，帮他完成心愿。好像来了400-500人，大仙，衙门一共要多少人呀？1个。多少？这么多人抢一个位置，那我们还来做什么？你怎么就觉得这个人一定不是你？大仙，你太不了解我了。就我这运气和本事，平时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，更何况这百里挑一的事儿。你就不能文雅些？那边好像也在招人。那是朝廷工部衙门的武司。如今这世道，每个衙门都要有武司帮衬才能顺利行事。听起来很厉害，可怎么没几个人排队？你以为武司的饭是那么好吃的？先不说对体格和武力都有要求，那边平日里做的活儿都是容易丢命的，远不比文司的太平安稳。
做什么？文士我还能帮你一二，武士我可是没有办法的。再说你是女子，那边已经许久不曾招女子。我来试试。这里是武司，我知道是武司，我来试试。我们招人可不是纸上谈兵，要先试力气，再试拳脚，保不齐今日就打掉你半条命。试试嘛。而且里头都是男儿家。说了先试试，你听不懂话。敢问阁下大名？小云，田小云。在他身体里那么久，一直以为他弱不禁风。你这么厉害，还总在温逸安面前装弱不禁风。你若是比他强壮厉害，他脸上哪挂得住？就更别提喜欢了。想勾搭这些贵门子弟，弱柳扶风才最是吃香。也不是所有男子都如此。这位姑娘瞧着眼熟。潇潇，你在乔锦堂的乔迁宴上见过东瀛统领的独子。萧公子不去东瀛，怎么来这里了？武司衙门总招不到人，父亲让我过来帮帮忙。这倒是巧，你想要的人来了。姑娘也想当武艺？是啊，先要提得动这两个是吗？哎，等等，那边有亲。哥，秀手一个，好重哦，实是有些勉强人家了。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？不知道呀，或许这就是天赋异禀吧。公子，这是做什么？收收你的歪心思，他只想亲自与你过招。我没学过武功，你给我留半条命。是。你这人，出门时就给你说了装扮要简单，怎么还带这玩意儿？我穿的已经够简单了，头上总得留一个压场面的吧？万一遇见什么高门公子，也有点底气不是？你是来当小丽，还是来勾搭人的？磨刀不误砍柴工嘛。况且大仙，你看，咱们好像真的撞大运了。姑娘没事吧？疼死人家了。又来？我通过了吗？此处要招3人，今日侍者里只有姑娘勉强合格。勉强？姑娘自己应该也知道，力气有余，技巧不足。若能跟着衙门里的老师傅再学学，想必是大有前程。大人说的是，多谢大人。你再夹着嗓子说话，我就照他脸上来一拳。为什么？很难听吗？毕竟是做武艺，太柔弱会让人看不起。要不还是去隔壁吧。来都来了，再说一个衙门里文吏职责分得太细，巡视的不能管斗殴，记账的不能理肃清，不如做个武吏，哪儿都能跑一跑。此话有理。原本让他来工部衙门，就是为了掌握司内进展。若被困细职，反倒麻烦。那个女的，帮我搬一下石锁。那个女的，署里要巡香，你跟六子去一趟。那个女的，倒杯茶来。同是小吏，怎么把人当奴仆使唤？小心，快去找潇潇！要打就打！我。 有意思。 小心，快去找潇潇！ 有意思。 小心，快去找潇潇！ 有意思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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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意思。
我不叫那个女的，我叫田小云。什么土名字，像谁家的丫鬟？这是我们村里最好听的名字，比大牛二柱什么的可好多了。你今日不是还要巡视？给你用了。这么大一群人欺负她一个，真是混账！换做其他女子，今日不堪涉险，衙门规矩形同虚设。小事，只破了皮，没伤着骨。可是很痛啊，都流血了还要去巡视。你知道咱们今日巡的是哪儿吗？哪儿？安和坊。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回来讨公道了。未经官府巡准私开作坊，伪造楼花之基，苛待职工，把这领头的带走。官爷，有话好好说。咱们这也是开了10几年的祖业了，何必？工部营造总署主官燕大人有令，围治作坊，一个不留。你有话就去跟他说吧。此地有什么值钱之物，你们全可当工钱带走。明日去织造衙门报到，官府自会给你们安排新的活计。没想到官府有天，像有道光落在了这片作坊里。多谢大人。你还欠我300文工钱，不过不用还了，留着给自己买饭了。你叫什么？小云，田小云。瞧着是有本事的。明日我要去制药署，那地方多女眷，你也跟来帮把手。是。还没结束？快了，把前头这些人押回去就可以交班了。还要押？再坚持坚持。燕慈州娇生惯养，又痛又累，中途睡去。完事了。是啊，当武力挺有意思的，比去婚宴席有意思多了。只是之前我看着那高高的衙门就害怕不敢进，幸亏有大仙你。我也没帮你什么。怎么会？虽然你没出手，但你光是在我身边，我就觉得一切都会很顺利。被当成保护神了，很荒谬。但又挺让人高兴的，这是我头一次不作为燕家二公子，只作为我自己被人需要和崇拜。浑身是伤，还巡班到半夜，这武力谁爱当谁当。大仙，这身利落吧？利落。小云来了，你的佩刀发下来了。哇，还真不含糊。那是自然，我们工部营造总署的武力衙门比别处的厚道多了，上头从来不在武器上克扣。我知道，燕大人是吧？真是个顶好的官儿。你们几个快上车，制药署那边出事了。这是我的药，还给我！上回药钱是与你们结了的，这药将军有用，自然该给我们将军用。别的都可以，这瓶不行。哼，我还非就要拿这一瓶。刀剑无眼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工部营造总署之地，何人胆敢放肆？那是能让我醒来的回魂丹。李苍明在报复。是你？你？师傅，怎么回事？就好不容易寻到的药，他非要来抢。是那个能让燕大人醒来的回魂丹。什么他寻来的？分明是制药署里的存货。制药署药医天下，难不成非得先捡着他们的主官？旁人的命就不是命了？厉苍明活得好端端的，还能去青楼呢，他怎么就要丢命了？师傅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可那药就那么一瓶，若是没了燕青就……走了。灵药可怎么办？这药丢不得呀！我去想办法。你都成武力了，能有什么办法？武力地位低下，不可能硬闯将军府。我歪门邪道的主意多着呢，师傅放心。师傅，得先除内鬼了。张家的管事，不管是刘胜还是谁，宁错怪也不能放过，否则里头就跟筛子似的，有什么消息都会漏出去。
你怎么跟我徒儿说的话一样？我俩心意相通。总之，让云隐去办。是因为我推迟了婚期，惹恼了他。若整个张家都要靠你去讨他欢心才能过活，这门楣撑着也没意思。这样的局面，自然只有你二哥哥醒来才能解。可药已经被抢去厉家了呀。是的，所以咱们得想法子抢回来。那怎么可能？厉家对我们可防备的很，四伯去递的名帖都被挡了回来。明着是抢不了的，可我还有别的路子。什么路子？你今日来找我，不是只想借些胭脂水粉？傻姑娘，你的胭脂水粉这么贵，我可不会白借。你在这儿等我回来便是。你该不会是想……还是大仙了解我？公子，前头好像有个姑娘摔倒了，撵过去，我赔得起。你撵过去。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的？你讲道理，都攀上高枝了，还来我这里用这种低劣手段？我跟燕慈州其实压根就不熟。滚！你撞伤我了，滚不了。林姑娘今日怎么没跟你一起？关你什么事？可关了。你若跟她好，我便不来纠缠。说呀，你舅舅大寿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他怎么不跟你一起去？人家自有马车独去，哪像你还来蹭我车程？燕子州给得起你宅子，给不起一辆马车。都说了跟他不熟，只不过你身边有家人，我总不能破破落落的去让你们欺负，我也是要脸的啊。叶家如果要靠你色诱去救人，那就白鼎盛几百年了。给你写了诗也不见回，我难受着呢，哪还能提笔？这是怎么伤的？说来话长，反正我可惨了，这里也有伤，这里，还有这里。大仙，你别捣乱，我这办正事呢。我不需要你去讨好温一安。你是不需要，燕家公子需要啊。我拿了人家1万两银票，我得为人家做点事儿呢。你是想做事，还是对温一安余情未了？大仙，虽然我看起来有些许蠢笨，但也没蠢笨到那个份上吧？都能攀上燕慈州了，我还能对温一安余情未了？谁信啊？你带我到底有几分不行？那自然是10分的。回去涂。你车上怎么会背着这个？随便买的。好气派啊！这是赤造的府邸，与寻常的宅院很是不同。是吗？我瞧这前院跟我那处大宅有些相似呢。别说是取了龙纹赤造的，就是原先的伯爵府，也未必有此处气派。这边是马场，穿过马场还有一片玩斗鸡的院子，这一大片都是将军府的范围。哇，连斗鸡的场子都有，这可太大了。后面还养了骆驼、大象，比乐游园也是不差的。可给我开了眼界了。只是这边瞧着还是略显简洁，屋檐上连朵雕花都没有。怎么会没有？主院那边所有的屋檐上都刻了4种的蟒。蟒？厉将军的日子过得也太好了，完全看不出曾经的落魄过往。那边是书斋，舅舅一般不让去。还有这边的主院，平时也就舅舅一个人住，旁人进去不了。去别处看看吧。这么大的院子，他一个人住，伺候的下人也不住里头吗？舅舅睡觉的时候不喜欢身边有人，就算是厉虎臣也不行。那万一有刺客怎么办？你当外头这么多护院都是吃白饭的？莫说寻常刺客，压根不可能潜入。就算潜入到了主院，里头还有机关，有什么好怕的？舅舅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去前头吧，要开宴了。今日是舅舅的寿宴，舅舅还在这里，我去前头做什么？一起去吧。你带了谁？一个朋友。小女子见过大将军。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要一亲就一个正经的，别带着乱七八糟的人到处乱走。舅舅的腿可还疼吗？反正是废人一个了，难受不难受的也没什么要紧，会好起来的。舅舅一生征战沙场，立功无数，即使以后都在上京荣养，也不会有人敢侵犯。哼，若不发威，还真把我当病猫。机关、主院、书仙、做戏全部摸清，毒药计划稳了。
妙极，他这府邸守备森严，我们一直拿不到地图。光有这个还不够，还得打听他的起居动向和主院里的机关。机关凶险，恐怕要找千机阁的人才能打探到。还有回魂丹的藏匿之处，那老贼定不会明晃晃的摆在外头，得想法子让他晕过去。如此，他身边的人才会拿出回魂丹相救。直接用药，他身边有神医，怕是会立马看出端倪。装鬼是否可行？他肯定做了不少亏心事，只要装得够像，兴许能将他吓晕过去。这法子风险太大，把握太小，万一他不怕，我们就是打草惊蛇了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该怎么办？再多等几日，那老贼怕是就将灵药吃干净了。陈姑娘，你怎么看？我哪知道，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。姑娘，您一向点子多，劳您再帮帮我主人。也不是我不想帮，主要是厉家那龙潭虎穴的，只要能夺回灵药，燕家愿意奉给姑娘1000两银子。银子不银子的，但我突然有了个主意。姑娘有何高见？扮鬼挺好，我可以亲自去。但云姨你得保我周全，最起码要让我从主屋安全撤到斗鸡场附近。姑娘也觉得这样行得通？自然是行得通。铁峰，你得多帮我招些会武功的人手，只要人够多，我就能拖住厉虎尘和那些兵痞。你要10个还是20个？得200。姑娘，你知道现在武士有多难招吗？月钱都2两了，1个月也只能招到2、3个，咱去哪里弄200？我有法子，只要你说服晏书恒，容我在郊外摆场子。好，那我们回去准备了。明日有劳姑娘了。人家不是给了你药，你倒是用啊。那药闻着味道就苦，远不如咱们师傅给的。再说，你不是每晚都给我上药吗？用不着他的。你怎么知道？身上全是药香，一中霍花小小，我很难不知道吧？有你在身边真好。也就这张嘴说话好听，不生我气啦。他忙前忙后都是为了救我，我不该生气。可看见温逸安安就是膈应。你真要亲自去厉家，万一不能全身而退，你也不怕吗？怕呀，但铁峰给我银子了呀，拿人钱财替人办事，理所应当。武力衙门不也一直在招人，收效甚微。衙门门头压人，普通人谁敢轻易去试？你瞧我的，西门椒发肉饼了，人人都有，速去速去！肉饼都吃着了吧？接下来是发钱，一共24万铜，只要闯过这些关卡，顺利抵达终点，便能抽签分钱，最高可分得10万铜。其实你总共也就花了100多两。大仙，100多两真的是很大的一笔钱，要不是铁峰愿意出，我才舍不得呢。你为什么会这些带兵的手段？这是手段吗？想把人团结起来，还都听你的话，不就得这么做吗？来人，全压了！敢压我？你知道我背后是谁？我管你是谁！多谢这位官爷。走，下一个点。呀！废了田小云，趁着天黑把他的人给我废了。等你们挺久的了。动手！我是厉将军的人。这夜黑风高的，我什么也看不见，只知私闯门户是为贼，贼就算打死也在律法中。完了，这次灾大了。厉武臣呢？怎么没见人？带人出去办事，还没回。不过将军放心，上京没人是他们的对手，我已经和官府打过招呼了，今晚出任何事都不会有官差上门。不知为什么，总觉得今日不是什么好日子。确实不是。17年前的今日，越县桂乡的那位夫人，
说是难产一尸两命。将军别怕，我特意让易安和锦堂带了几十号人在院子里斗夜鸡，人多阳气重，什么妖魔鬼怪都不敢来。还是你考虑的周到。三郎，装神弄鬼。厉魔手下死过的人没有1000也有800，最不怕的就是鬼神这套把戏。完了，这老匹夫居然不怕鬼！田姑娘说过，遇到这种情况就立刻撤。三郎，你怎么又把撒到的帕子和我洗脸的帕子放一块儿了？你别过来！我没对不起你，我当年给你留了2袋白米，够你过冬的。留了。神婆说我怀的是你，你转头就让你娘把你全部搬走，连1粒糠都没给我留，还要等我死了把我的尸体卖进阴间，换钱给你当军师，你忘了？不可能，这世上没有鬼。你是谁派来的？我攒了10几年的阴德，才能上来找你索命啊！你算我？愣着干什么？快去把王神医叫来！这是怎么弄的？惊吓过度，魂都快飞了。许是做了噩梦，先拿800年老山参做的回魂丹来，先稳住心神，再说别的。观察半个时辰，要是还醒不过来，就再喂1颗。是，王神医。不对，有刺客。立刻封锁所有院门，任何人不准进出。挖地3尺也要把人给我找出来。是。乔锦堂，你方才给我吃了什么？别是巴豆吧？少空口白舌的污蔑人！你分明就是怕输，才躲了一轮出去。谁怕输？我今儿买的这只可是东西的鸡王，花了大价钱呢。公子，府里进刺客了，今日所有贵客怕是都得搜身了才能走。怎么回事？是乔大人的吩咐，具体情况待会儿才能详禀。我们一直在此处没有离开，府上侍妾缘何要搜我们的身？就是把我们当什么了？这都是我请来的贵客，可丢失的东西实在贵重，若找不出来，咱们就都得挨罚了。恳请各位贵客不要为难我们这些做下人的。方才这里这么多人，就他去了茅房，你们搜他就行。若他都没有，那我们就更不可能有了。这就是你看上的男人？关键时候靠不住的，还算什么男人？咱们来人家里当贼的，哪能怪人不护着咱们？往后再找男人，我定要找个真心喜欢我的。燕青不在，你们就这么欺负我？这位贵客，贵什么贵？我在你们眼里就是贱的。搜吧，搜个干净。今日我身上若是带了你们厉家的什么东西，叫我不得好死。可若我没带，便要燕青来找你们讨个公道。哥哥，你这事儿办得不对，要搜就都搜，怎么能单把小云姐姐一个人推出去？我搜过了，小云姐姐身上什么也没有。照乔姑娘这个说法，往后客人来厉家，怕是茅房也去不了。搜也搜了，我能走了吗？自然能。姐姐，我送你出去。
今日实在多谢姑娘。拿到没？没错，是回魂丹。你是燕青的救命恩人，这哪称得上顺手一帮忙的事儿？燕青还真没说错。此人活，燕青就能活。今晚情况凶险，幸好有田姑娘随口编故事来化险为夷。他编了什么故事？没太听懂，但把厉苍明吓得够呛。的钱都把我放下去就行，我还得回去把厉虎城那群人放了。你怎么会知道他和那个身怀六甲的女人的故事？这有什么？我们三乡和他的老家桂乡离得很近，他卖妻配阴婚的事儿，不少人都知道。若提告有用，厉苍明早就被拉下马了。你要小心，厉苍明是个睚眦必报之人，千万别让他再看见你的脸。看不见的，我什么身份，他什么身份？我想让他见一面都不容易的很呢。大仙，你很快就能醒过来了。带走。官爷，凡抓人入狱，总是有罪名有提告的吧？平白无故将人关在这里，又不给个说法，这是什么道理？早知道今日出门就多带点人。官大一级压死人，他们想抓你，你身边带再多的人也没用。那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看看能不能遇见讲理的提审官，好给你一条生路。这里的流程怎么怪怪的？没提告就算了，也不问讯就先提审。他们想直接用刑？什么？罪名都没有，用刑来问什么？没什么想问的。厉苍明就是想让我死。我好不容易把他养得白白嫩嫩，染好指甲，现在全毁了。你说，如果我们把那些人全杀了，不放厉虎城回去，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？大仙，200多个人死在那里，血能流满整条街。一旦被人提告，我的下场也一样。身份低微的人参与这件事，原本就是豁着命，他没多少退路的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做坏事一点代价也不用给？你却像只蝼蚁一样，连公审都等不到就要受刑。因为百姓在权贵眼中本就是蝼蚁啊。疼，这个疼，不对，这是他的身体，是我的感觉。谁在叫我？耳边那个声音是……我不能死在这里，不能死。你和我上一次没有死在这里，这一次也不能。主人，我儿，你终于醒了。轮椅，拿来。按我说的走，快！我们儿子不是冲动的人，他这么着急，定然有要事，派人跟着即可。叶大人，您听我说，咱们这收人都是要过明路的。田小云，田小云，小云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，简直是神通广大，无所不能。我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你的庇佑？我真是太不配了。主人，你别碰，他痛起来很难受。
这么多口子，好端端一个姑娘家，老浑身是伤，像什么话？主人，玄药仙就在外头等着，田姑娘不会有事，您别急。燕青，师傅在，我能救他，咱们回去就能救他。快，前头开路！差人策马先回府，把所有止血药和金针都备好。这世道从来就不公平，我这么不想活的人，被人花了无数人力物力硬要救活，他这么努力想活下去的人，命却比草芥还贱。相处这么久，我从来没兑现过对他的承诺，没给他变出影子，没帮他攀上高枝，连护着他不受伤都做不到。我算什么大仙？我根本不配当他的大仙。我不会再让你受一点伤，从今往后，我护着你。燕大人，这位姑娘伤重，但远不到用回魂丹的地步。得用，他拿命换的东西，他当然能用。小心点儿，别弄疼他。凝血草再加一些，止疼针深2分，快拿冰块。你刚醒，该静养，竟守了半个时辰。那燕青怎么还一直待在里头？澡也不洗，衣裳也不换，满身血污的，多脏啊！方才铁峰也劝他来着，你猜他怎么说？就这点污秽，在意来做什么？何府上下谁不知道我儿子有严重洁癖？平日里柜子上有一点灰，都要罚下人重扫3天；衣裳沾了点泥点子，就要立刻烧掉。现在浑身血污，居然说不在意。开窍了，他这是开了大窍了！什么开窍了？你说清楚点。哎，你这木头！我跟你说这些简直是对牛弹琴。去，吩咐小厨房好好熬药，再备些清淡的软食和蜜饯，里头的姑娘想吃什么都顺着来，半分不许怠慢。是，夫人。我要发财，要好多好多金子。醒过来，打开看看。你10斤凝血草也比不上1斤金子没用。姑娘放心，主人去就回。大胆刁民，骗我钱财，偷住我家大宅，还敢冒认是我的女人！来人啊，拉下去打80大板，再挂在城门口示众3天，让上京所有贵人都知道他的底细。别打我！别挂城门！我错了！不是让你好好看着？小的一直看着，什么也没做。出息！主人有情绪了，主人会笑了，这一行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辛苦你们了。从我的司库拿银子，今晚忙活的下人，每人分2两红封。2两？对，4800个铜板，够你吃许久肉包了。要好起来，还有滔天富贵等你。易苍明什么反应？他明日要进宫，想查烧尾宴刺杀案。这金丝绣线也太好看了吧！得值多少银子啊？
你也就这点眼光。好水灵的人儿，我到月宫了。你是嫦娥姐姐吗？烧糊涂了。铁风，把药端过来。燕子舟，大仙救命！骗银子冒充大女人的事暴露了。这一招骗不了我，坐起来吃药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把早饭端进来。是。我不饿，你们先吃吧。哦，不饿啊？那我让人把早饭撤了，直接叫人来审你骗我银子、冒认我红颜知己的事，可好？铁风，是。你带他们先下去用饭，门带上。是。你往常遇见事儿还知道叫我，今日倒是老实，一声也不吭。我还说过，照我说的做，保你飞上枝头。大仙，终于认出来了。我以为你扔下我了，你是世上最好的大仙，我好了就给你塑金身。这笨蛋，居然到现在都没怀疑过我就是燕慈舟，还以为是大仙附身。也罢，我是全上京都知道的燕二公子，却是他一个人的大仙，好像也不算亏。是啊，我可太不容易了，耗了半条命才抢来这具肉身救你。大仙，你快吃，这燕家的饭肯定是全上京最好吃的，太香了。这燕家日子也太舒服了。对了，大仙，这燕儿公子还会醒吗？不知道，目前这身体里就我一个。那我的银票不用还了。你的银票在地牢丢了。什么？谁捡了银票还会还回来啊？我的钱。伤这么重，床都下不了，还惦记那点银票。我都感觉不到疼啊，伤能有多重？那是我给你用了药经里半卷的止血止疼药，换谁都不疼。那得花多少银子啊？咱们千言二公子的也太多了。睡吧，睡醒了我给你2锭金子，比你那点银票多得多。大仙，你真是好人。无妨，你给我的东西也不少。虽然他贪财爱攀高枝，小毛病一堆，但他也鲜活善良，连吃饭都香的能带动人，也不算一无是处。那些小毛病将来慢慢改就是了。婉儿，那姑娘叫什么名字？家住哪里？家里是做什么的？母亲问这些做什么？我这不是看你紧张，她紧张的不得了，多年的洁癖都不治而愈了，以为你喜欢人家，想多了解了解吗？母亲误会了，他只是我的一个友人罢了。我怎么可能对他有男女之情？再说了，在他眼里，我说不定还不如温逸安那个冤大头来的实在。醒了，来吃药。我自己来就行。又起高热了，脸怎么这么红？没有，就是这屋里有点热，歇会儿就好。铁风，让人再凿一块冰来放屋里。别，
这才春日，用什么兵啊？我真没事儿。那外用的祛疤药涂了吗？伤药已经换过了。这是什么？祛疤的。你一个姑娘家浑身是伤，以后还怎么嫁人？胳膊涂好了，转过去我给你涂后背。后背也要涂？你背后全是新旧伤疤，不管的话，以后留疤难看死了。你都看过我后背了？抱歉，是我没注意。你看了有什么用啊？你又不能娶我，让我飞黄腾达。你能不能让燕儿公子赶紧醒过来，也睁眼看看我呀？你这脑袋里能不能装点正经东西？破天的富贵就在眼前，我惦记惦记怎么了？嫁不成温家，嫁燕家也很不错啊。你休想！燕家的枝头太高，你太蠢，爬上来也得摔死。也真是奇了，我以前从来不管别人死活，怎么他一委屈，我就跟自己疼似的。行了，别耷拉着脸了，我让库房给你打2朵金子做的芙蓉花，哄你开心。2朵金芙蓉，就为了哄我开心？大仙，你真是世上顶好顶好的人。也没多好，反正都是花燕二公子的钱，不用替他省。那燕家到底有多少钱啊？铁峰，你算一下我账面上还有多少银子。主人是担心田姑娘的药钱，放心，咱们自己开的药铺，别说养1年，养10年都花不了几个钱。正好这个月的账出来了，我给您念念：汇通行月历2632两，摘星楼分红630两，人心药铺进账420两。等下，我没记错的话，燕二少爷手里有200多个铺子。是啊，还有10几个农庄，3座茶山，20多套私宅租钱，还有4房跑商的分红没算呢。快去给我凿块冰来！出息！主人，今日小厨房进了满月梨、番邦香瓜，还有黄金玉桃。黄金玉桃，端上来吧。我只在说书人嘴里听过，听说贵的要死。是4房的人跑商带回来的，用冰窖运了1个月才到上京，口味也就那样。姑娘，尝个新鲜。你全吃了吧，我不爱吃。这么贵的东西你一口都不吃？贵就一定好吃？什么歪理？也就你这样的笨蛋才会为了贵抢着买。万宝楼就是赚你们这种人的钱。大仙也太厉害了吧！附身在燕二公子身上没2天，居然适应的这么自然，跟本来就是他自己似的。以前还觉得说书人瞎吹，合着是照顾穷人想象力，没敢往真了说。一定要这么浪费吗？浪费？这不是正常的花费吗？哪里正常了？咱们以前吃饭是这样的吗？主人，这是怎么了？主子自小少食体弱，稍有多食就容易积食生病。不只是吃东西，衣裳料子不好，会起一身红疹；沐浴少了会发高热，劳累过度更是要咳嗽半个多月。主子也不想这样。居然是这样吗？慌什么？又没怪你，以后少做些菜，我本也吃不了多少。是。太遭罪了。你比温逸安还弱，怪不得没人说亲。啊，我有轮碾。无妨。你这身体很厉害。比温逸然差点儿。你遥遥领先，家世、相貌、钱财全领先。哼，那选谁嫁？先选温逸安。就你这眼光，我这破嘴怎么就没个把门的？幸好没遇见什么人，不然我有10张嘴也说不清。要是被父亲知道，少不得要罚跪抄书。大仙，您冒充燕家公子，还花这么多钱，
真的不会被燕家人发现端倪吗？当然会被发现，一旦被发现，你和我就一起完蛋了。去哪儿？还能去哪儿？当然是离开燕家呀！趁他们还没发现，咱见好就收呗。你是想带我私奔？什么私奔不私奔的？我这是保命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已禀明长辈，搬去宝玉楼养伤，能光明正大吃香喝辣了。收拾行李，把我的床搬过去。大仙你真棒，连燕慈州认床都记住了。他是真傻。我的天，用珍珠砌墙，太作孽了。都是瑕疵珠，遮丑而已。这可是珍珠，再瑕疵也得千文一颗。大仙你可不能染上燕家这不把钱当钱的毛病，我养不起的呀。知道了。这里一层怎么只有2间房？此处只主人上来住，除了这2间房，别的楼层要么摆珍贵器碗，要么供着佛龛佛像。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这种日子？我倒要看看外面的景节长什么样。哇，太浪费了吧！这里的景致比临江阁好多了，要是租出去，怎么也得10两银子一晚。下回再有客人吵着要上来住，我怎么也得收10两。还是我会赚钱吧？可不是嘛！我要是泥瓦匠，非得把珍珠劈2半来镶，回头给你包1整颗的价钱，这不赚死了？左边这间给他住。是，之前不是说天王老子来了都不能进宝玉楼住吗？公子，这可与理不合啊！男未婚，女未嫁，如何能住在同一座楼上？一座楼又不是同一间房，若这都忌讳，那临江阁里岂不是没客人了？上京里的这些女子手段多着呢，公子千万要提防，别被人哄了去。听见没？即使在外头，也要守燕家的规矩。听见了。亏你想得出来，这跟在阎王殿门口晃悠有什么区别？没法子啊，嬷嬷们把楼下守得死死的，过了饭点连点心都不让吃，想喝酒只能往上头来。为什么要喝酒？我伤好了呀，伤好的这么快，不该庆祝庆祝？况且你晚饭都没吃多少，我猜你一准会饿。怕什么？这里没人，吃吧吃吧，咱俩1人1半。你少喝点儿。没事儿，我酒量好着呢。这眼睫毛怎么比我还长啊？可他只是喝醉了而已，他一贯都这么冒失的。大仙，咱们来对诗吧。你不是不识字？不识字就不能自己作诗了？我不管，我就要对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念，我洗耳恭听。天上月亮一大盘，金衣宝扇晓风寒。我与燕青排排坐，故梦长浅一萧说。旁边烧鸡十分香，常尽此宵不相忘。这也能对上，我俩可真厉害。